注意看，身后的道奇充电器步步紧逼，前方2位阿 Sir 守株待兔，精准估算出老哥超车的时间，提前1秒扔出破胎器。可惜这哥们太短了，老哥拥有足够的空间轻松躲避。这一走，阿 Sir 还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将他截停吗？一起来看这最新出炉的直升机视角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姐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CHP 加州高速巡逻队的阿 Sir 正在追捕一辆银色的 MPV， 起因是一位家住洛圣都北部谢尔曼奥克斯地区的老姐和家人吵架，抢走了母亲的车。家人见他情绪暴躁，状态不好，所以选择了报购。于是加州婚车队便很快赶到现场，开始了这场长达2个小时的护送之旅。此时已经有2位阿 Sir 将他锁定，但老姐的车速并不算快，始终保持在130公里左右，只比 NPC 们快出一丢丢。由于洛圣都近期没有大事发生，所以在得到消息之后，多家电视台派出了4架直升机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全程跟踪，以确保这老姐不会像之前的老哥一样无缘无故的消失。现在陆空联动，加上老姐这也不是什么性能车，今天想要走掉，只怕是没有那么简单。趁现在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她所驾驶的这辆车，这是一辆第2代丰田塞纳，生产周期为2003年到2009年。这款车最高搭载 3.5 自吸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66，至今近20年的车龄依旧能打。虽说在速度上无法摆脱探险者和道奇充电器，但别忘了，这可是加州婚车队。对于老姐这种案子不大、速度又不快的情况，他们并不会贸然使用 PIT， 绝大多数的时候，他们会跟到老姐自己放弃为止。如果在车速不快的情况下，也可能会使用破胎器。而随着老姐所在的位置越来越接近洛圣都，此刻这条高速上的车流也是逐渐多了起来，这让阿 Sir 有了更多的顾虑，只能保持距离跟在身后，看上去就像是婚车队一般。这外号果真不是白叫的。这老姐跑的方向叫人好生疑惑，明明有多条匝道可以通往洛圣都的市中心，但她却仿佛像没看见一般，一路一往直前。看来和那些打竞技赛的老哥不同，这老姐要么就是完全没计划，不知道洛圣都的市中心可以摆脱直升机，要么就是在酝酿一个更深的阴谋，准备打阿 Sir 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今天这个班可是真好上，开着探险者溜着弯，听着音乐就把钱给挣了，不像一些性能车上来就跑到200，后平8字连尾灯都见不着。老姐的车速始终保持在120到130公里左右，这和咱们平时跑高速的区别不大。但别看才这么一会儿，由于加速和减级，其实这老姐已经和阿 Sir 拉扯了30多公里，而眼看这么长时间一点进展都没有，一直在摸鱼的阿 Sir 担心不好交差，于是呼叫了队友进行支援。善于观察的小伙伴已经发现了不对，因为对面的车道已经好几分钟没有来车了。此时的老姐还没有意识到问题，只是前方突然出现的堵车让她有些疑惑。这个车流量并不大，甚至车辆之间还有不小的缝隙。老姐见状便开始在车流之中钻了起来。直升机把镜头打向前方一看，原来是一位阿 Sir 站在对面车道准备布置破胎器。好家伙，站这么远，这阿 Sir 怕不是有麒麟臂。然而阿 Sir 还没有开始发力就已经放弃，因为老姐只是向右一个变道，便轻松破解了阿 Sir 的轨迹。这波化解对于老姐来说简直不要太轻易。倒是对面堵麻了的 NPC 看见这个情况，会不会当场自闭？要是在最前排的，还能吃个瓜看个戏，瞧上着对面车道密密麻麻的车流，简直就是夏后盾看路易16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这也正好印证了那句话，你永远都不知道堵车的尽头是什么。也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堵在现场的，记得把照片发在评论区。此时老姐沿着405号高速一路狂飙近50公里，跨过了洛圣都国际机场，即将到达长滩机场，也从一个县到达了另一个县。由于管辖的区域不同，身后的阿 Sir 也完成了接力，由刚才的福特探险者变成了现在的道奇充电器。但不论是哪个单位，此时都不会将老姐逼得太紧，因为这个车速还在比较安全的范畴之内。如果强制截停没能一次成功，给老姐弄应激了，飙到个180、250的情况，恐怕还不如现在这样。但一直这样跑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于是阿 Sir 很快便安排了其他队友在前方再次准备破胎器。来了，镜头给到前方，这位阿 Sir 已经等候多时，他正在整理他的破胎器，看样子是准备操作老姐一把。等等，旁边过去的是什么？这婚车队不是应该在老姐后边吗？好，阿 Sir 的破胎器还没打开，老姐就已经过去了500米。这老姐的战力几颗星我不知道，但前面2个人破胎器的阿 Sir 绝对都是1星小黄鸡。既然说到了战力表，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老姐的实力如何。
好，4星巅峰，这恐怕是这个系列里面级别最低的玩家了。面对一队地面部队加上4架直升机，就算是换6星大佬来，也不敢说势在必得。更何况这还是白天，视野极佳，所以这老姐消星的概率只怕是比中500万还要低。此时距离老姐离家出走已经有70公里，正值中午，多位阿 Sa 再次交班，负责这一片管辖的探险者来到了第1顺位。好家伙，原来这一把是膀胱局，还真别说，如果这位老姐能将直升机和地面部队全部都熬到下班，搞不好还真有逃掉的可能。来看老姐放弃了去市中心的打算，反而是往东边越跑越偏，一路上甚至连一个弯都没转。莫不是从一开始她就有这个计划？而叫阿 Sa 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老姐就这样沿着这条路跑了120公里，把405号高速跑到了尽头，来到了5号高速。这要是放在欧洲，都可以跑好几个国家了。此时身后的阿 Sa 已经是接力轮换了好几批，而老姐却是丝毫不觉得疲惫，全靠一个好睡眠。来看看神器小鹿双面承托护颈枕，科学分区搭配升级太空记忆棉，动态贴合脖颈，睡觉随意翻身，一觉醒来精神和肩颈都得到了养护。上次推过好评不断，这次到手还是188，秒杀大几百的枕头。小鹿专设科学分区，高矮两边延长枕舌，贴合脖子撑起颈椎。我侧躺玩手机也毫无压力，白天上班遭罪，晚上就用凸点正面对准穴位，充分按摩消散疲惫。还有太空记忆棉，枕上就会回弹到头颈合适的高度，帮助分解压力。有了它，我的睡眠质量好多了，整套丝滑透气，拉链款式拆洗随意，不像旧枕头枕上脖子悬空，紧绷无力，颈椎受罪，精神不济。所以我给爸妈都换上了小鹿，他们只夸好用。它为了适配大家的身形，设计了2款枕型，4个高度，快来评论区领券吧！保价送运险，有2年换新期，好觉好眠好养护，枕头就要选小鹿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海边的气候变幻莫测，上一秒还阳光明媚，下一秒镜头便突然变得模糊起来。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位号称天气之子的7星大佬，利用天上的云朵完成消星。莫不是老姐得到了他的真传，也要用这一招摆脱直升机。来了，居然真的出现了，是云团。天上的多架直升机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，难不成老姐真准备利用这一招摆脱直升机？但驾驶直升机的大佬也是经验丰富，直接把镜头提前对准云团的末端，一招守株待兔，叫老姐无所遁形。好在这一团云并不大，只是短暂的失去视野，很快便再次将老姐锁定。看来老姐这运用天气的功夫还没有学到家，但该说不说，这老姐是真能跑。镜头拉远一看，她已经来到了圣迭戈的海边，而此时距离老姐出发上路已经过去了70分钟，她依旧朝着这个方向在跑。而这个方向的镜头是阿美利卡最南边与墨西哥交界的圣迭戈。话说在阿肯色州都是跑出 ASP 的执法范围，这老姐该不会想跑出国离开 CHP 的执法范围吧？那肯定是前所未有，闻所未闻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此刻的老姐已经跑了160公里，而她距离边际线还有100公里。但看着这老姐干劲十足，好像还不太灵光的样子，搞不好这还真就是她能干出来的事儿。毕竟这160公里都跑了，还差那100公里嘛。而当阿 Sa 看着老姐车速越来越快，还没有半点想要换高速的意思，似乎是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往边界跑，这叫阿 Sa 的心里变得越来越没有底气。于是他再次向队友求助，准备一条破胎器。而这条路上一直没车跑得好好的，突然变得拥堵起来，立刻引起了老姐的警觉。想起前2次阿 Sa 都在中间的隔离带用破胎器，老姐第一时间变到了最右侧，并且躲在了一辆大货车后，寻找机会伺机而动。这个隐蔽工作做得非常好，但身后的阿 Sa 已经将他的一举一动全部都汇报给了前方的队友。就在老姐准备从右前方突围时，阿 Sa 在第一时间就扔出了破胎器。这个角度看得不太清，我们换一架直升机的视角。几乎是同时，老姐行动的第一时间，阿 Sa 也发现了他的意图，但着实有些可惜，这个破胎器时机完美，就是短了一截。老姐表示毫无感觉，轻松拿捏。趁着身后一片混乱，他再次上路，而且此时的车速比起刚才明显是快上了不少。看来阿 Sa 3次破胎器不成功，反而是给了他信心。果然是那些打不倒你的，只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。
这时一架直升机放低了飞行高度，于是便出现了这直升机与老姐罕见同框的一幕。好家伙，这精彩程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拍电影，没有想到就连电视台拍素材都卷到了这种程度。然而更叫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居然还有 NPC 前来匹配。上方匝道口突然出现一位野生的摩托老哥，看他不断回头的样子，似乎有意和老姐匹配一把。这老哥什么实力也敢挑衅老姐？你身后有氛围灯吗？有道奇充电器吗？天上有航拍的摄像机吗？啥都没有就来蹭镜头是吧？想当主角你不会自己去打晋级赛吗？啥都没有还想抢老姐的 C 位，只能说这剧本简直不要太精彩，真的是连编都编不出来。而当看见了身后的道奇充电器时，老哥突然开始发力开溜，或许此时他才意识到这老姐恐怕惹不得，而他的这些举动明显激怒了老姐，让老姐的车速变得更快。什么档次也敢抢 C 位，等道奇充电器转移目标，你小子就老实了。而意识到今天自己不是主角的老哥也立刻放慢了车速，老老实实的跟在后面当个吃瓜群众。要是阿 Sa 真的怒火转移，那他可就倒大霉了。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真的来了。此刻的老姐已经转换到了805号高速，距离他出发的地方已经跑了139英里，换算之后就是220公里左右。而此时的他已经跑了近2个小时，平均时速达到了120公里左右。现在所处的位置距离边境线仅仅只有15英里。直到此刻，我终于能够确认，这老姐一开始就是奔着这里来的。好家伙，这种方式做了这么多期节目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。然而此时的镜头无法给到特写，让我意识到了情况不妙。直升机接到了塔台的呼叫，前方影响到了航班的线路，如果想要向前必须绕。然而这架直升机已经飞了2个小时，没有足够的燃料。天上4架直升机，与它情况相同的还有另外2架。没有办法，现在3架直升机立刻返航，一架后来起飞的直升机选择绕行。此刻只能说是天助老姐。随着3架直升机返航，1架直升机绕行，我们也失去了老姐的视野。后面是绕行的直升机拍摄的画面。当他赶到现场时，老姐已经成功跨过了边境线，离开了加州，甚至是离开了美国，顺利进入了墨西哥。至此，阿 Sa 也没有了执法权限，让老姐成功完成了消星。这波操作又是一次开山之举，必将载入美国老哥的史册。事后，阿 Sa 统计了老姐的行程，他从上午的11点15分跑到了下午的1点半，共计2个小时15分钟。虽然没有打破最长的追捕记录，但出国消息确实是前无古人。而他一共跑了155英里，换算之后就是248公里，期间一共躲了4次破胎器。如此壮举，只能说洛圣都市人才辈出。而凭借这波经验值，老姐也成功进入6星大佬的行列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